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你的心路历程，就我觉得我好爱你这样。救命！这报了什么鬼？救命！救命啊！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像上次那个谁，木之来麦克，他第一秒就完全没有在管，他第一秒就开始已经推课。我们那天有帮他推到课吧？有，我们应该是有讲资讯吧？应该是有，我们有尽责吧？然后都讲得很烂，然后一直吃螺丝，然后还把它剪进去。其实就是你们的搞笑的点啊。没有，我们对于做很刻意的事情这件事情有困难，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实际上是很困难的。我们也就太真，就是不能假。对，我们只要一念稿，就听得出来我们在念稿，对，我们就是做不了演戏的演不好，演技不好，对，演技很差。通常摄影师和做电影的人其实是极致理性的，因为他感性了，无法把很多逻辑的东西串起来，然后表现给他的观众看。所以理性的，比如说像导演什么，极少数导演可以进去演一下，客串一下。像周星驰那种自己可以演的很少，所以他的天才，大部分都要理性，然后他理性极致就不会演。我第一次听到，我居然可以被说是个理性的人，太开心了，真的是。对啊，你忽然感受到，因为人的理性是来自于评价是什么？你的决策，你的表现，然后感性是其实通常都是跟情绪连接。就如果很多人觉得自己是感性的人，那大部分正常人听起来就是他情绪不好，而不是他可以感性的去拍片啊、拍照片啊，或者是表现感性的事。很多感性的人是不能表现感性的事。为什么？因为他情绪很大的时候，无法感性的获得别人的共鸣，或者是就是有感同身受的感觉。那他情绪很小的时候，他都在感受和思考。所以他只有透过表演不讲话，然后做就是活在别人的故事里，他才能演得好。所以演员是感性还是理性？演员是理性的，他的每一个动作和哭泣，他背后都在计算啊。是这样。对，他没有算好的话，他就不知道观众什么时候可以 catch 到你的泪点或者笑点，或者对生活的平凡有共鸣，他是 catch 不到的。所以他说表演的本质是理性的，超级理性。你要算卡点，你要走到哪里要掉泪的之类的。但是他的技能是他要去体验生活，用感性的面向去吸收，去像海绵一样吸收说，你比如说你当摄影师的时候，原来你的生活形态是这样，然后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原来你的每一个动作微小的变化是那样。他会去吸收之后，他就变成一个计算机，开始计算说他的人生套在我的身上，要怎么样才是像真的一样表现，然后我的情绪抽屉有哪些情感可以对应到这个人的故事，然后他才去结合。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极度理性的人才明白什么是感性，是这样的意思吗？对。那这个我懂。但人是不能分，你是感性人，他是理性人，大家都是感性理性，只是哪一面多哪一面少。像是你，比如说你主持节目的时候，相对还是比较理性的嘛，你要去知道那个 tempo 在哪里。那如果你今天去看一部电影，你不可能太理性去看，那很不享受嘛。我理性我都在看，这个剧本怎么样？那你什么时候感性？剪接怎么样？那没有啊，他主持的时候很感性啊，他常常主持到，比如说听到一个然后就哭整场啊。那是到后面。哪有？他是哭从头哭到尾。第一刻开始。对，有那个哭一整场都没讲话的。那你平常做了什么让人家这么委屈？不是，那来宾有时候来宾讲一些那个故事很感人的，然后他就整个哭。你会为自己的事哭吗？为自己的事，比如说受委屈了，当然是当下过了再哭那是另外一件事，当下不会，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对不对？所以还是理性人。当下会哭的人才是感性的人。可是你受了委屈，当下就哭，
有多弱的，多弱的会干这种事？我不会，这就是理性的人。这个汉子，不管是什么理由、什么状态下，你都要哭的情绪了，但你还告诉自己说这太弱了，我不能哭。不会耶，我好像也不是这样就不觉得有什么好哭的。那是因为内化啦，就不觉得他有我没有哭这个选项，我要怎么处理？我要怎么表现？我要怎么过这个当下的 moment？ 我好像都在想说，我接下来要怎么干掉你之类的。老娘为什么要受委屈？蛮可爱的之类的。就是大家都以为，比如我们现在讲到哭嘛，都是一个单纯的情绪，就我们的情绪都是叠加起来的。对，比如说最表面的情绪是哭，哭的下面就像你比如不甘心，我就要干掉你。对，然后再往下真的是要干掉他，你跟他有深仇大恨嘛，你反而是爱他的。那再往下面可能就是他有一个疑问，他为什么不理解我，或者他为什么这样做让我这么生气，是想要哭。对，再往下，每个人的哭点都是因为很多记忆累积出来的，你不可能只有一件事情你就会想要哭，尤其是大人。所以你就会同时潜意识连到好多以前的类似的事件，就一样是比如说被爸妈干扰过，或者是怎么样发生过什么事，那个情绪已经没有署名了，就是不是哪件事情可以让我哭，就是我已经不知道那个情绪是来自哪个事件，但是它是一直在那里的。对，然后只是被你今天勾到。对，所以那个情绪是一层一层的，再往下就有很理性的情绪，比如说有羞愧感啦，有愧疚感啦，对，后悔啦，就是更深的，最后就是比如说跟自己的信念，然后跟对自己的惋惜，他当年没有怎么选，对，就有更深的情绪，就是所以理性和感性不能单纯就是单一论断说我是理性感性人，所以我们是好像一个岩石一样，一层一层，每年这样累积起来。这一次是理性的原因比较多，那次是感性原因比较多，所以其实人很复杂，就复杂在这里。那你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昨天还前天应该很快就可以想得到了。对，就是我是隔一阵子就想要让自己哭一次的。人生很辛苦嘛，有时候有些压力你没有机会去运动啊什么的，那定期抒压一下。对。那你前天哭是就是滑那个 Facebook 影片，我也是跟婷婷一样，不太会为自己的委屈哭，但是我会为别人的委屈和辛苦哭的。你现在记忆最近一次你为了自己哭是什么时候？那我可以回你一个哲学的回答。可以啊，我每次为别人哭都是为自己哭，我只是不太能直接为自己哭，所以我绕一圈为自己哭。可以，理解。我再问一个，这个理解。前天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想到大部分对亲情的期待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大人跟我们是不同的 generation， 所以他的理解跟我们理解不一样。那理解不一样，回应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没有被无条件的爱。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无条件的爱？就是遇到生死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我们真的是互相相爱的，只是因为很多期待和自己的欲望就被蒙蔽了。我就是告诉自己说，不管我对自己的朋友、我合作的伙伴、我的孩子还是我的父母，真的就是要不是不期待他们，是放下多余的期待。因为有些期待就算是最亲的人也不适合放在他们的肩膀上。比如说我有时候期待我爸妈给我一些工作的引导啊，给我更多的理解啊，但其实我们生活圈和时代都不一样嘛，是他们已经给了我最多的他们可以给的爱。但是这个很困难，爸妈要理解你的工作这太困难了，根本。那你曾经不谅解他们过吗？曾经，那你们有很大的冲突吗？有，我跟我爸打架啊，打架，真的打架。那你爸是做什么的？我爸以前是军人，后来就当公务员。那感觉很严格的那种，对，会不会？不仅严格，还距离很远。所以我跟他打架的感觉就是，你又不了解我，你还来管我。对，因为距离很远。但他是一个很负责的爸爸，然后做任何，甚至想要代替我做我
该做的事。可是正因为他这样的表现，我觉得你既然都想帮我做事，那你就做好。小时候的想法。我听了什么？你想跟我打架是不是？这个还蛮好笑的啊！既然你都想要做了，还不赶快做好啊？所以他做不好啊。好，这个所以得跟他打架。这个观点蛮有趣。对，其实好不好？其实人家做得很好，只是不符合我的期待啊。就是一个任性的女儿的状态。不符合你的期待，所以你觉得他做不好。对，因为他会骂我嘛，我就骂回去，我还说怎样？我说那你怎样？就开始动手，小小的不是真的打架了。你为什么会学星座呢？契机点是我想要学身心灵的课程，因为我觉得人比我想象的要有趣。是复杂还是有趣？有趣。在我很受伤的人生那个阶段的时候，会觉得很复杂。对。可是后来发现，不喜欢的人他有很可爱的一面，所以我才会一忍再忍，一退再退。那我喜欢的人他有很可恶的一面，我会边痛的忍耐，边想着怎么样可以报复，然后当然不是那种真的报复，心理的报复，让自己可以心情上爽一点。所以在这种状况，我就觉得人好有趣哦。就你可以同时爱一个人，也可以同时恨一个人。然后你同时恨一个人，但其实你是源自于爱。那人为什么要这么长？然后我就开始摸索，一开始摸索是看西藏的生死书，后来就想说啊，这个好像死也离我太远。虽然我有过濒死经验3次，但是我就觉得还是离我太远。那我还可以做什么？我就去研究催眠。对，美国系统的 OK， NGH 的催眠系统。那美国的催眠系统的话，它除了催眠师之外，很多心理师也有催眠执照，然后用催眠去咨商嘛。然后我就学了催眠，学了了解它背后的一些运作的逻辑之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太行，因为正常人是不能理解的。就我在被催眠的时候，我非常理解，但是我清醒的时候，我不能理解。就是被催眠的我为什么那样，而且为什么有那么真实的感觉，就有点恋爱脑。清醒之后发现我为什么爱上那个渣男。然后就被催眠了，跟被催眠差不多意思。这个比喻秒懂。被他控制了。对哦，所以到底催眠师催眠的我是因为我被他控制了，还是他被我控制？对，还是他展现出来是真正的我？对。这个很有趣这是那个庄子的梦蝶，真的很有趣。对，是我梦到蝴蝶，还是蝴蝶梦到我？对，这个有趣。那在之后，我当催眠师嘛，我又还不是心理咨商师，我总不能说，哎，婷婷，我来跟你聊一下人生哲学，你来躺下，我帮你催眠，不可能吗？对，那个要什么？台湾有催眠执照吗？我是拿美国的。对，我说台湾有这种东西吗？台湾也是引进美国的，台湾不太把它放在就是精神医学的领域里面。好像只有心理治疗是心理咨商才算是。对，心理咨商。然后现在不过心理催眠疗愈这些关键词都是卫生署规划在就是精神治疗里面，所以也不能随便用。我就想要说，我想要挖自己的潜意识。就挖自己不知道的那一部分自己，我才想要选择去催眠。那潜意识跟什么有关？它跟我的直觉有关。我就到处问老师，就是身心灵界的老师，说有没有什么身心灵的课程是跟发掘你的直觉有关的？因为我从小就是很理性的人，直觉对我来说不重要，就是分析，然后别人怎么讲，然后大家怎么说，概率是什么才重要。所以有老师推荐说，那你可以学奥修禅卡。奥修就是印度的一位哲学老师嘛，奥修禅卡，我学的时候就哇，这很哲学。对，我小时候也喜欢哲学，但是我没有系统化的去学。然后学了奥修禅卡之后，我就觉得，可是他好像算命，我不是不喜欢，就是帮别人去做奥修禅卡解读，而是我讨厌算命2个字，因为作为一个理性人，被认为说我想要算命，然后透过别人来看我自己，那证明我无脑。就输啦。对啊，大家都好强。所以你真的是很理性的人。你是真的是很理性的人。对，尤其那时候还年轻一点。我觉得你一定脾气很硬，超硬。但是我很难硬，但一旦硬起来很难软。
哦，真的很难硬起来很难软。对，这个听起来怪怪的，感觉像是有吃药还是怎么的。所以这很理性的人才会这样想。对，之后我就想说，我说那还有什么路我可以探索？我就想到占星，哇，终于有一个东西是兼具感性和理性的课程，是我想上的。感性在于它是占星学，它是比较人文的，然后它是比较。我觉得是社会化的工具，它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心理学实验，然后最终得出来的一个工具。所以我觉得它很感性，因为它跟社会文化，然后人文精神有关，还有跟希腊故事、罗马故事有关，它就很感性。但是呢，它的每一个 list 课程的 list 都非常的理性。OK， 对，比如说Module 1就是星座的基本课程，星座、行星、宫位。然后这些之后就是逆行行星的动态的东西，它是有像数学一样一个章节一个章节，再到后面合盘流年，然后合盘还有再分支出去，感情的合盘，工作的合盘，然后你的流年合盘。对，这就至少它的逻辑非常的缜密，在我看来它就是可以帮我把人生很多散乱的感觉想法，还有我自己在写功课做笔记的那一套学习方法可以综合一起。那这样子思考，我觉得可以弥补我太理性思考，只注重像婷婷说成功成就，然后只注重成绩和社会社经地位。对，就是好像没有，因为它有人文的东西，你的个性啦，你的潜能啦，你的价值观、人生观，你的哲学思考的方向。反过来说，我自己理性的地方也可以运用到，我不是遇到感性人，我就是一无是处的白痴，我也有感觉。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金星维纳斯，她原来是可以唯一上天入地的女神，她是农神的女儿，然后她有一天在外面玩，冥王就一年只有出来一次，就遇到维纳斯，就说哇她好美哦，然后就把她掳到地下去，因为维纳斯是整个天界和神界最美的女神，冥王想要占有之后，维纳斯觉得自己完了怎么办？结果冥王对他非常之好，就是偶像剧里面的就是霸道总裁，对，霸总，对，霸道总裁是什么？他每次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后面那个比喻都觉得好贴切生活，秒懂，笑死我了，很有感觉。但当然，就他们霸总的时候，你侬我侬，时间妈妈的时间还在过吗？龙神这个时候就开始找我女儿呢，就是女儿在那边开心，妈妈那边难过。那妈妈难过，她又是农神就有春夏秋嘛。本来是丰收的时候，女儿不见了，冬天就来了，就是她没有心情去管理农业的事，然后就是全天下冰封起来，她的心也冰封起来，找不到自己最宝贝的女儿。这个时候过了一整个冬天，他的女儿突然想起来说，我还有妈妈呢，我应该回去看她一下，告诉她说我很平安。然后你知道，就是神是不能到冥界的，只有冥界的冥王可以上神的天界，但是一年只有一次。所以他是 local 的神，地下的，对 local 地上的。这么说，怎么被你一讲，这霸总就没感觉了。总之的妈妈就是他要去看妈妈，然后他就是我们霸总就心很软，说好，那我就跟宙斯商量一下，看你能不能再回去，应该是可以，我出面的话。然后就又到了他一年可以回去的那一次，然后就跟宙斯商量。那维纳斯是整个神界和冥界唯一一个随时可以上天入地的神。在这之后，妈妈说：“那你很棒啊，就是有一个宠爱你的人，这没有问题。当然，这是现代的话嘛，古代不是这样讲。古代一个另外一种。对，这个老公找得不错 ，OK 啊，你们可以在一起。这时候就春天又来了，万物复苏。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金星就是这样？我们爱里面有恨。”有神的那一面，就是我无私奉献无我的精神，也有地狱的那一面，占有欲、控制欲。突然间觉得占星学可以学一下。没有，因为我突然间觉得说，如果学占星可以听到这么多
故事，那我也去学，真的，对，不然其实你根本我其实很多时候啊，我蛮常听的，那我其实都听不懂是因为我不晓得为何要听，不是应该是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好像念历史，以前小时候学历史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说，哦，你什么五代十国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要背，为什么要背？然后你就是晚上在背那些历史人物的时候，心里想说，他妈的，我到底为什么半夜要背这些死人的名字？有没有？就我阿祖的名字我都忘了，你会不知为何，你没有办法，对啊，小时候进的，对，你没办法进得去，然后你不知道说，哦，为什么要会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他如果说老师只是告诉你说啊。金星它就是怎样，你就会觉得说是吗？对，就是为什么灌给我这个概念，它是哪里来的？但是我觉得故事还是有趣的。对，尤其我们现在大人了嘛，如果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的话，一定要与我有关，我们才有兴趣。比如说它是爱情，比如说它是金钱，还是说我想要去做的一个有乐趣的事，对，一定要与我有关。那你现在这一堂课就是在知识卫星的这堂课，你也会这样子教吗？对，我会。真的我们来，我们顺便来打个课，这边介绍一下。他怎么讲到这来？太浅，因为你在知识卫星里面有一个全方位占星学，有星盘解读、感情合盘跟运势决策。但是你上课的时候。就因为我看到你是会从每一个星座，比如太阳、上升、月亮、金星什么什么，对，金木水火土，对，然后你都会这样讲故事吗？对，会哦，好好听哦，他可以听到，因为他声音很，他讲话声音很温柔，你知道吗？对啊，就是你知道，看一下，就光听他的声音就蛮很舒服的那种感觉。谢谢。谢谢，我觉得占星学的知识点是非常的复杂的。那当初我想要学占星，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各个面向也很复杂，就像爱里有恨，恨里有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人生规划，有时候是基于钱的限缩困扰，所以我们不能做很多事。但是有时候我们想要做很多事，可是做出去的时候又给自己一个理由说，但是我钱不够，或者人脉不够，或时间不够，没有力气。所以就是我们常常在很多自己的人生的不同面向去回圈打转，然后 A 个面向是 B 的借口， B 的面向是 C 的限缩障碍，所以我们永远是在里面打圈。但是如果我们学会占星学，它是一个工具，帮助我们从上往下看，就是我的人生有多少个面向，它的哪一个点跟它的哪一个点加在一起，其实可以运作的，你就不用害怕。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人生非常有系统，然后全面性、多面向的同时统筹起来，还能找到哪些是配合的可以配合好，哪些是配合不好，我们要稍微避免一下。其实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功能，效果很棒。那听起来很适合那个人生的重大决策没办法决定的人去。对，或者没有经验啊，没有经验，对，就是年纪。但我觉得你蛮适合。我觉得我蛮适合，因为我常犹豫不决啊。他就是一个犹豫不决。我就是一个犹豫不决。比如说我在网络购物，然后我就会说，我今天要买一条裤子，然后我就开始看到一条裤子好看，然后我就先把它加入购物车，然后之后就去比价，说类似的，然后我就又会看到别的，然后最后我的购物车里面可能有80条裤子，但是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要买哪一条的那种。这不就是正常的一个营销学吗？就是你给顾客的选择越多，他越不会买。对啊，你怎么把这些这个不利？对，那我常常会这样，然后我的购物车就会一直满，到他最后说，你要删掉一些，不然那购物车跑不动会崩溃这样。对，就是100个，对，就会崩溃啊。80条也有点厉害耶。但是我跟你说他就是2个面包，他也会选。对，然后我最后就会说，我就会拿给他，然后我就会说，你帮我看一下哪一个你觉得穿起来是 OK 的，你有没有办法决定？那他帮你决定，你会幸福吗？心服口服 ？OK， 就这样。就会觉得真的吗？对吗？这我可以穿吗？这样。那你怎么办？吵起来。但我还蛮相信他的啦。一开始我会帮他选，就是有一个来回的，对吗？一定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帮他选完之后呢，然后他有一天我记得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改变我的风格？不是因为他给我穿的那种，因为我你自己选的，相对保守。我很保守，我不是那种会穿那种很。然后我就觉得独蓝，所以呢，他下一次再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你自己选，因为等一下你又说我要改变你的风格。那明明就是他自己不会做决定。因为我就是那种很想要自己稍微酷一点，但是我又不敢穿太酷的东西的那种。那你还是小孩子我小孩子啊，对，就是自己想就小朋友。
小朋友啊。Thank you， 帮你讲话了。有没有？然后就没有研究这种东西，对。80条裤，那你适合当 salesman？ 那我超适合当采购的，因为我决定会尽责帮你比价，比到这个全世界关于这一类的裤子所有的资讯我都可以收集得到，但我没办法决定我要穿哪一个。他真的是我们家采购。那钱够吗？采购先生，够，钱是我在管的哦，我是采购兼会计。那可以，那他不会乱花钱。对，我不会哦，因为我很知道我要买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因为我按下那个送出的按钮之前，我都要犹豫好久，很痛苦。但是送不出去，还是因为不知道买什么，还是不知道这个钱要不要花，还是都有？都有。那你一定要上对，我就是上完吵架少很多。我有100个没有办法决定的事情，100个，就是那种。就是第一个要不要花这个钱呢？这个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那我现在花这个钱，它可以真正我之后会穿吗？那我穿了之后我会看起来帅一点吗？它穿起来会舒服吗？反正就你知道，就一连串的，然后我就钻到一个死胡同里面，然后就卡住，然后就算了，然后就摆在那，对之类的。所以我可能研究了2个月之后，我还是一条都没有买。或许我其实只是喜欢这个过程的。我其实真的，你是要设计师空即是设这一招来吗？不是我有一阵在想这个事情是，说不定我真的不见得是真的需要一条裤子，你需要，我只是需要这个探索的过程。那你可以探索别的，不要之类的。那我找个任何一个生活可以用得到，比如说我觉得我缺一条裤子，找个理由嘛，然后我就可以去研究这一类的东西啊。那我觉得占星适合你，占星可以永远的问下去。对，就是可以看很多微博。对，因为占星你看12个星座。12个宫位，对，然后太阳、月亮，我在占星学里面叫行星嘛，可是它不是天文学的名称嘛。11颗行星，再加上凯龙星和虚拟点，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用微积分来计算 ，C12，那是几万种不同的概念的变化在里面蕴含。对，然后再加上相位，有很多种相位。天哪，我听个头都晕了。对，你就可以让他活在那个世界里面不出来。对，我很喜欢那种研究不完的事情。那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占星学怎么样可以不迷信？就是真正的迷信是你只用一件事情去解释别的事，我觉得叫迷信。对不对？不错。对啊，因为他只追求一件事情唯一解，那一个就是太有目的性了嘛。但是我觉得只要是用辩证的思维看，从正面看，从反面看，然后从不同的事件看，然后我作为参考，可用就用，不可用我再从别的面向去找朋友倾诉啦，或者吃个饭放松一下啦，都可以。对，我觉得占星学如果用这个方式去应用的话，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我自己学占星学之前，我要问自己说，什么样的男人适合你？你要跟什么样的男人结婚？就是我要问自己。我还真的就很片面，比如说他要爱读书，然后他要很真实，然后他要跟我可以聊得来，他要是个好人，但其实都很片面。如果我们用占星系统来去衡量他为什么片面，比如说他要是个好人，这是跟他的第1宫或者是第7宫有关。第1宫就是他的个性，第7宫就是他怎么对别人。可是问题是，那他的第4宫呢？比如说他的安全感，你没有考量到，也许他就是个渣男，没有安全感去找很多女生，或者说也许他是一个控制狂、恐怖情人，他就会在家里面作乱。如果我用占星的12个宫位面向去看他，他赚钱怎么样？他的朋友怎么样？朋友是第11宫，赚钱是第2宫。那他对自己人生未来的预估，就或者说期待他的成就感在哪里？第10宫。也许我可能赚钱，可能一辈子3000万就满足我了，可是他可能要300亿，那我们人生可能也无法生活在一起。就是他占星学如果运用的好，他好像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长辈，而且有智慧的长辈，有眼界的长辈站在我们旁边，帮助我们去整理这些资讯，全面的去思考一个决策决定。
他是适合去理解自己，还是去理解别人？都可以。如果是我们只把占星系统去理解的话，它是不用冠名的。比如说它有12个宫位，每个人都有12个宫位，12个面相嘛，所以我就可以说，我看一个人就要先看他的个性，再看他与人怎么合作，看他的家庭有没有和睦，他对孩子的态度是什么，他金钱观是什么，他都跟宫位的每一个宫位的含义有关。那如果说我想要看他是什么宫位，我必须说这一半有迷信特质，有一半是科学分析特质。迷信特质就是比如说他假设婷婷第一宫有金星，那就是她是爱美的女孩子，而且喜欢有品质的生活，对，然后她对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画廊拍照化妆品都很有兴趣，因为她觉得人生有品质就是要美。那如果我是这样去看他的话，这是很贴标签式的，因为他的金星在第一宫。可是如果我用星盘的整个系统去看它，就我不要置入说你的本命盘的金星在哪，然后第一宫里面有什么行星，我不要看这些，我也不要知道你太阳是什么星座，但我直接就说我要看这个人，但我今天13岁，我还不懂人，我可能就说那我要认识一下婷婷，那我就要看一下她在很多朋友面前是怎么表现自己的，这就跟第11宫有关。那她自己一个人，我偷偷观察她的时候，她是怎么去自处的，就跟第一宫有关。第8宫别人怎么说他，所以是跟他的秘密或者是隐形的自己有关，或他的理财观念是什么，就跟第2宫也有跟第8宫有关。我就可以透过这些占星系统里面的议题引导自己说，我要这个面向观察他，那个面向观察他，而不是我随机去思考说他有没有孝顺，他对同事怎么样，他花钱有没有大手大脚，然后就没了。对，其实它是更逻辑化，然后更全面的状态。你刚刚那一串你有听懂吗？有，我简单来解释我刚刚听到的东西，就是说，与其你用一个简易的这个星座的方式去解读一个人，不如去理解更多关于整个星盘，对于这个人多方多面的解释之后，你会对别人或对自己有全方位的了解。这样我理解有错有正确吗？对啊，对，我比较适合做结论，对，很强，对，超适合你的。有，但因为本来人就是很多，对我适合用2句话解决这个1个小时的内容。对，在前面的犹豫是在做什么？那个犹豫是我娱乐的时间，我知道了，因为他太容易看透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会总结嘛，所以你人生太无趣了。对，因为这样讲有道理，这样讲非常有道理，因为太无聊了。对，我要找点事情有事情做，我必须要找点事情让我挣扎、跟犹豫、跟要去解决。对，那如果都没有的话，我太快就无聊了。这是神下山之后觉得人生无聊，在山下找事之类的吗？之类的。我刚听完之后，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呢，他本来就是很多面向，贴标签其实是一个最简便的方式。对，就好像我看到他，我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啪贴上去，对，那就没我的事了。对，然后那我就可以判断说，我要怎么跟这个人相处，我到底要不要跟这个人相处，然后我要用什么方式跟他相处，我要用什么样的面孔去面对他。其实很多人会很武断，有的时候我总觉得这件事情阻断了很多的缘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你自己去攀上了很多的孽缘就回过头来，所有的东西都还是自己的判断。对，你要怎么去看待这个人，到最后还是取决在于你自己啊。当然，对不对？对。可是如果你的眼睛的视角只有一个，那就只有那么一个。对，占星也是一个帮助你眼睛的视角打开的一种方法。对可以这样讲。对啊，而且占星的这些层次，就是让我们多层次的看一个人嘛。对，因为真的像婷婷讲的，就是单面向的，有时候他的好你没有看到，对，或者说他不好的你没有看到，其实都蛮可怕的。那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学占星了，是因为以前看人不准嘛。对啊。
不用看人啦，看自己都很差，好不好？以前看人不准，然后受了太多伤害之后，就决定要去学占星啊，这个很有道理啊。对，我就想问，到底有多不准？那我讲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好了，以免自己跳坑。看走眼，某个程度上也是不理解自己啊。对，我觉得某个程度上，你不见得是不理解别人，而是不理解自己。对，我先讲一个，我觉得啊，我就看走眼，因为我他自己对号入座干嘛？做吗？以前啊，我开出来的条件啊，是拿笔要标准，拿筷子要标准。这是什么？这教官在小时候都有一些很奇怪的，奇怪的反正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呢？你的标准是哪一种标准？大家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标准我的标准就是笔要这样子拿的，这样对。然后呢，筷子是你知道要会用，要分开两根筷子要分开。对，要上下可动的那种。对。那你很懂对啊，然后很专业，完全不行。专业，你就知道我在问什么。专业的。有一天我女儿就这么问，因为他们两个不会拿筷子我没有要强迫他们，但是我就一直在说服他们学习拿筷子。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说你知道吗？以前妈妈在挑男朋友的条件，就是你知道也会拿筷子，对，筷子拿的标不标准，跟拿笔标不标准，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对，然后好单纯的妈妈，我两个女儿就从餐桌上抬起头来说：“这妈妈啊，爸爸两个都不标准。”对，你干嘛嫁给他？然后我就对。那个他其他还不错，他们就接受吗？然后说：“那你刚刚讲的东西就是你妈白说，真的，笑死了。”所以他们后来学会了吗？没有，因为我没有说服的。对呀，这什么反例？因为我们小时候都会有一些那种莫名的标准嘛，莫名的，对啊，莫名，那是莫名的。像我以前的标准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找脸臭的女生。你很，但我脸很臭啊。真的，难怪你们真的有找到，而且我历任都脸臭到就台北市都有排前几名的，就每一个都排得上名的。对。我虽然完全不了解 Hank，但是我能了解你为什么这么想。对，为什么？我觉得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为什么？我突然发现你应该不是会星座，你会通灵。没有内容。对。好，这为什么？对，就是通常小孩子只从表面去判断一个事物，然后去满足自己的想象嘛。表面，所以脸臭的女生对于一个小男生来说，就是有个性对，不畏权威的。有准，这个有准啊，这个很准。对，超准。等一下。你刚刚没有听到他的关键词什么小男生？我有在听OK 啊，我小男生啊，我是小男生很幼稚啊，可以这样。自信的男生很愿意承认，因为这样可以放下很多责任。哎呦，哇，被你发现了，可以。等我喝一杯啊！我自己喝一杯啊！有戳到，突然不知道接什么，笑死了！突然接不下去了，我笑死了！怎么可以这么好笑？你是不是以为今天晚上很轻松？对啊，我想说今天应该不会弄到我的，又没想到还是弄来我这里，都是我。有那种被剑刺到，我们只是羽毛剑啦，还好。客气了。他刚刚讲小男生那3个字的时候，有真的这个好像真的有还有什么？真的，我真的那时候希望找脸臭，就是我以为脸臭就等于有个性。小时候就觉得就是这样。因为他自己没个性啊。对，他想要就跟他穿裤子一样，对之类的，想选有个性的裤子穿，结果都穿不出去，还骂你说你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裤子给我？小男生，对不对？我就是个宅男，基本上
不是，你就是屁孩。还想洗白，不准洗白。糟糕了！有没有一姐你的？哇，帮我做特效，剑插在我的万箭齐发。对，继续你们两个继续。我坐收渔翁之利。我好久没有录节目，录到觉得剑都插我身上的感觉。通常剑都是我插到别人身上的，为什么今天是这种状态啊？救命啊！你一定想说啊，你一定想说这一集应该是很轻松，对不对？也是女生的话题，好像对啊，这本之类的。然后占星我也不熟悉，应该不会有太多事。聊过你就熟悉了，占星很可怕，我一定要学。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对等一下我现在要开始隐藏我自己，不然等一下就被看光光了。我现在觉得没有安全感。是不是？还有什么？你还看到什么？太可怕了！看到救命啊！你还没有看到星盘呢？这样笑死了！救命啊！你是会看面相吧？还是什么？简少年吧？简少年，你是有吸收到简少年的功力吗？有，其实。所以现在人的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过往是我们能够改变的，然后我们都相信我们的未来不是我可以控制，但其实是反过来，我们的过去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的未来不是可以掌握的，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对，你如果以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过去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你就是这么悲惨了啊，然后呢？我要问的是，然后呢？你决定你接下来想要干嘛吗？你想要改变这一切吗？你有欲望吗？你有动力吗？很多人有动力，但不知道从哪里改变起，然后就放弃了。有动力，就是比如说谁看不起我，就妈的怎么看不起我，我一定要弄给你看，然后最后算了，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就放弃。那个是有欲望，有欲望。我觉得那个是有欲望，但其实没有什么。但谁没有？对，谁没有欲望啊？谁没有欲望？对，谁没有欲望？对，其实这种就是一个人没有决策思维，也没有一个工具。回到占星学，没有一个好厉害啊！你是不是？这个厉害了，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有很大的执行力跟行动力。我确定你觉得你的未来你可以决定。谢谢。过去的我决定了现在的我，现在我决定了未来的我。对。可以。对啊，回到占星学，当我们一定有迷茫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动力或执行力是来自于欲望，可是我们欲望不能变成真正的信念和执行力，就是来自于我们迷茫。迷茫就不了解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周围的资源要怎么统合拿来用。那占星学就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提醒和启发，这个方向你可以试试看。那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好意思跟别人讨论，就身为一个星座占星师，然后我问你一下我这个东西我该怎么弄，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或者我传的讯息给他，他已读不回，就是好像太玻璃心。有时候人就是一点小事还这么玻璃心跟别人讲嘛，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执行，我要怎么办？看一下星盘，可以哦。这种小事不用麻烦别人，也不用去丢脸啊。然后我自己也想不通的时候，看一下星盘，我这个老朋友帮我解决了。这个很有趣，因为我记得我们有一阵子我们录了一集，就是我们常常在怀疑说，我们人生到底有没有价值啊？等一下，他的我们不包含我就是我常常会思考就我常会思考，比如说我们开店的人就会想说，今天生意不好下雨。然后我在想说，那我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然后就一直在怀疑说，我们到底你知道开业啊，花这么多钱，然后做这么多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这是你，不是我自己过滤。对，我就会自己怀疑。后来我们讨论那集，讨论到最后的重点就是，其实大部分时间不是因为你做的事情没有价值，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方法呈现你的价值。没错。
啊，那占星学听起来像是一个方法是啊，是哦，这个金句太棒了，没有找到方法呈我跟你说，现价值，他真的很适合去学占星，超适合的。然后我跟你讲，我明明天就来折扣码给我是报名，折扣码叫起来，我跟你讲，折扣码叫做喝酒300即可再折300。我跟你讲，折扣码等一下我们放在这个资讯栏，资讯栏好不好？资讯栏啊，真的太有趣了，我帮你买啦，我送你。哎，老婆对你真好，从此送了这个课之后，从屁孩变成大人。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家的钱是他管的。我跟你讲，你不要培养，那我还是谢谢他。你最好不要培养一个竞争对手。我过2年我就出来跟你竞争了。没关系，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哎，棋逢对手才能共同进步。对，只是一个人你不进则退啊。对，我不怕，放马来。来。哎，真的毛病啊！我要问你个很 personal 的问题。单亲妈妈，孤身一人在台湾这块陌生的土地打拼。你有曾经觉得说，哦，好累啊？不是曾经，天天。昨天晚上还有这样的感觉，因为真的人的体力和精神力是有限的。有时候好事我会开心很久，但是毕竟一个人很辛苦，不好的事发生也会觉得好累哦，为什么要这么累？像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台湾，背井离乡，没有任何人照顾，连我的紧急联络人都是我的工作伙伴，我没有紧急联络人，我在这里是没有祖坟的，直接这样讲。我自己一个人在台北打拼，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辛苦而哭。我连进去 ICU 我都在写，我那时候考上心理咨商师的研究所，我还在写论文写报告。像我昨天走路回家，看到一对年轻人手牵手，然后女生说这个包包好重，然后男生帮她背过去。我想说天哪，就是因为之前 COVID 我也没有回家嘛，我至少有5年没有人替我做过这件事了。然后只有我小孩搭捷运的时候帮我做过几次，我就好羡慕。那个羡慕不是说自己没有所以羡慕，我就说哇，那样微小的幸福好幸福哦，流口水，就想说哇，原来你有这么累啊。不行真的好累。每天5点起床，有时候就像现在比较就是宣传期的话，可能1、2点忙完才能睡。别人就说白玉老师你怎么可以那么早起得来？就我不做没有人做嘛，这很现实啊。然后以前想做还没机会，现在有机会你还不做，你傻吗？你要感恩这么优秀的团队，旁边这么多好朋友，就是为了回报这些，我一定要赴汤蹈火啊。我一开始累的时候我会怨天尤人，我现在累不会，但是那个状态是在的，就很感叹说哇，原来人类可以这么累啊，累到不想呼吸。其实你人生曾经有恨吗？曾经有恨吗？曾经有恨啊，还恨蛮深的，深到我可以体会，就是杀人犯在杀人之前是什么心态。对，有那个感受，因为你有差不多的欲望。对，只是我自律性很强，然后很清醒，不会那么做。觉得恨是因为就是爱不得，然后就希望别人照自己的想法走，那不管对方对错啦，但人家不照着我的想法走，我就会变恨。我觉得非常狭隘的一个恨啊，我确实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但我的那个恨是，就是有人要故意伤害你，而且他明知道是伤害你的，还要故意伤害你。我是那一种恨，就是你怎么可以，你明知道你做这样的事情是可以让那个人难过，但是你还要做，而且是重复的做。我觉得那个恨是来自于严重的受伤，然后那个受伤深到你不知道那个情绪的层次和那个情绪的由来，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你都分不清的时候，你只能用恨字来去给他一个定义。我常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这个事情，你不觉得人就是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点被某一些事情困住吗？我同意这句话，
其实我就说，就是你必须要去尝过那个苦，你必须要尝那个苦。我觉得人生如果没有尝过苦，人生没有那么有趣。的确。那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尝那个苦有点太久，没这没有，我赞同，我就是有点像仙侠剧，就是神仙要下凡到人间历劫，你要历练一下，但是你不要沉溺在里面。对啊，就那个其实对我来讲很简单，就是我们小时候打那个超级马里奥，对，你如果第一次就破关的话，你不会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对，你会觉得这个游戏太简单，你会觉得这个游戏超无聊的啊，你必须要破这个关，然后一直都破不了，然后忽然有一天你找到一个方法破了这个关，然后你忽然觉得哇，我今天很满足，因为我破了这一关，成就感十足。那我有问题啊，今天如果你知道人生路径就2种，一种就是轻松破关，一种就是一直突破困难，然后很久都久久不能破关，但最终你还能破关，你选哪一条路？我当然选第二个啊。我也是。你们都不是人因为我在某一个程度上理解这件事情，是因为如果你很轻松的就能破关的话，你对你生命的理解没有办法很深刻，那你下一次迟早就会很痛苦的破关。对，我不觉得有人可以一直轻松破关的，我只是觉得你前面如果很轻松的话，你后面就会很辛苦。所以我现在如果辛苦的话，我只是告诉我说，那我可能接下来会很轻松。这是策略性的问题。策略性的问题啊。懂，所以你是把难的放在前面，然后比较容易的放在后面。但我们早期不是有说那个先苦后甘吗？对，先甘后苦很痛苦那这要有经历的人才能这样想。对吧？我们股票是如果先跌，然后后面再涨，我们很开心啊。先涨再跌，哇，那应该被割韭菜的很痛，辛苦就觉得人生就毁灭了。对，可是我觉得这就是很多父母跟小孩之间的那种代沟，因为父母是过来人，所以他知道说你要先选难的，然后后面倒吃甘蔗。但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他说这么简单的事我就做了，为什么我要做选难的？所以就是一个有经历的人了解生命的奥义，虽然他不知道本质，但他知道奥义，但是年轻小孩不知道。父母心疼啦，我觉得父母的问题是父母都心疼小孩，希望他们可以不要经历他当年经历过的痛苦。殊不知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痛苦的集合啊。对，我的家庭是这样之类的啊。但我的家庭不是这样啊。我的家庭是他们不停的告诉我说人生就是苦的他们一直不停的告诉我这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其实一直去接收到的那个 message 就是人生就是苦的，你就是要不停的就是知道就是一个很 suffer 的状态。那蛮好啦，但就代表你接下来都是好的，都是开心的就一直在做准备。我最记得就是我有一个大哥跟我说过这句话，就是你30岁以前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你身边所有的长辈都可以提醒你，都能够告诉你你做错了，我都可以理解，都可以理解，或者是你如果遭受到任何的责骂，都是好事，因为你年轻，别人还愿意告诉你，哇，你30岁以后没人会跟你讲，30岁以后你会承受越来越多假的笑脸，你一定会的，因为别人会看你的是说，你都35了，你明白的。所以35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只能报名星座的课程。不是啊，但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就是你常常会到一个状态之后，你就听不到真话啦。对，但你只好靠自己去努力去理解，他现在告诉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时候你必须要透过这个 corrective loop 去理解这个外界对你的理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怎么去评价这些东西？的确是，对，其实我常常跟很多这种刚出社会的，我就说你如果现在被骂很棒，真的，你会吸收很多东西，因为还有人愿意骂你。对呀，你要感恩惜福。maybe 会有很多那种很多人现在会觉得惯老板啊或者什么，我不知道那个是个人的视角、我个人的观点或是个人判断。但是对我来说，我愿意承受那一些
你知道贵人只有2种，因为我会给你机会，会给你磨练，对，没了。对，对我来讲，30岁以前对我来说都是这样。那35岁以后，其实会跟我讲这些东西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会算计，别人也会算计。你以为你的计算机比较准 ？No，maybe 别人的会比较准。对。那个过了40岁以后，你都听不到真话了，真的对，听不到真话。而且你越成功，旁边人越是好人。对，听不到真话，越是好人。对，就是你知道，小人口蜜腹剑。对，好多剑哦。这个蜜饯的概念啊，蜜饯的概念，蜜饯。对，在台湾目前生活容易吗？辛苦吗？有很多的困难吗？很多的感触吗？我其实一直以为容易，直到每次回头看，都会觉得哇，好不容易，并不觉得家里少一个人帮我分担，因为我习惯了。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自己带小孩，习惯了。直到回头的时候，做到一个的里程碑，做到一个可能性说，哦，原来人生可以这么好过啊，我都忘了。因为小时候还蛮好过的，比如说我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台风天，那台风天那次台风预告是比较大，要买足2-3天的食材。那我住的地方离全联有一段距离，大概走路15分钟，所以我就是很开心的带着小孩去买东西，但是我就太开心了，买很多。现在回想那2整袋就是 IKEA 的大袋子，2整袋是放满的，然后很重，里面还有南瓜什么的，很重。那你真的买的很开心耶，真的，因为我也太开心了吧？对，我忘有衡量。对，而且我是散步去的，我也没有车，我车子卖掉了，没有车。我就是不觉得我一个人怎么样，我拉着小孩，结果怎样？我小孩睡着了。我妈呀！在那个瞬间，对，6岁40公斤要背在6岁，我背着他2袋 IKEA 的编织袋，现在回想应该至少有30公斤。有，可以。6岁的小孩10公斤，对，就这样全身这样走路15分钟回家。然后我也不觉得难过，就是因为小孩在身边，然后我就是我想要的都在身边。他是个好的状态啊，对，太好的状态，我工作也很好，但很重。对，我东西买得起，重我是一心想着说我要把他带回家，我怎么样就很快到家扛回去。我第2天起来我是起不来，我发现我这里磨破了，就2边肩膀破掉了，因为我怕那个肩带弄到小孩的手。跟小孩手太嫩，然后又是台风嘛，就夏天就在短袖而已，我就把它往2边移，但是其实那很难扛，所以我一直这样往里推，会一直掉下去，对，把它拉回来，全部破掉，衣服都是血，我自己不知道，就是它就是渗血，不是说整片啊，我觉得哇，原来昨天这么辛苦啊。然后呢，因为我那时候是自己半工半读，然后再上研究所，然后又开始去中广啊，就是录节目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小孩子的教育，然后比如说阳明山下雪，我去当商业讲师，讲完课就带我小孩冲去阳明山看雪，然后再回来，然后继续念书，然后再把那个第2天的播音稿写出来，这么累，所以我固定是1周有1天24小时不睡觉都在工作，我是自己设定好的，然后其他都是4点到5点起床，然后晚上12点或12点半睡觉，就这样。然后我什么时候休息呢？就是其中有3年就是端午节，然后就端午连假，然后三节，对3节对，农历年，然后中秋节睡觉，然后就是第3年的端午节。我女儿说：“妈妈，我好想出去玩，但是我真的困到我站不起来。中午12点多快1点，我困到好像半夜突然被人叫醒，然后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觉得我那样出去我会出车祸，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出去。但我家后面就是有一个公园，出门左转再左转就到了，很简单。我女儿去那边已经3年了 ，OK。她说：妈妈，我觉得好无聊，我要去溜滑梯，就在后面公园。然后现在是快1点，我1点半回来。她有带小手表，她自己决定。
我就想一想，我实在太困了，但我知道他很可怜，他已经锁在家里2天了。我说好，那你去。我躺在沙发上睡觉。我说那你去，但是1点半要回来。然后他就去了，然后我就还在睡觉，突然间就好像半夜惊醒一样，我突然间一个惊醒，说我在哪？我在做什么？我好像有一件事，然后再看手机，2点半，然后愣了一下，说不对，他怎么还没回来？对，2点半叫我女儿名字没有照，没有。然后我女儿的手表本来是可以讲电话，好死不死那天手表没有电，没有人接，应该是没有电。我想说怎么办？然后就再愣一下，因为睡懵了。我的手机打开，里面有3通未接电话，02什么什么，我不知道是谁。我想说3通一样很重要，我先拨完电话再找我女儿。拨电话，警局打来，警察说妈妈，怎么拨电话都没有人接？你在哪里呀？你知道你小孩走丢了吗？这个妈妈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我就惊呆说，我小孩走丢了。我说，请问您是哪个警局，哪一位警员？我现在马上可以到。你还知道你要找小孩哦？你这样带小孩不行啊！我说好，我知道了，对不起，我错了。他说我们地址在哪里？我就赶快叫 taxi， 然后就去，我就哭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也没有解释，就是把我骂一个，就是骂到狗血淋头，我也不好解释什么。然后我女儿就跟警察说，我谢谢你把我带回来，但是我妈妈不是坏人，她只是太累了。我就崩溃了，我就大哭，原来我这么累。我是搭计程车去的，我真的是我为了赎罪的心，我真的对我女儿就是一个忏悔赎罪，就是妈妈可以就是让你经历这样，你好小，我又背着她一路走回家，我背了她有半个多小时，快1个小时走回家，我有一个苦行僧的状态，就说对不起，妈妈让你受惊了，然后我不是一个就是称职的妈妈，但是妈妈真的像你说的太累了。一路就是什么有马卡龙就买给他吃，真的就是很粗暴粗鲁的一个弥补心态。然后有冰淇淋买给他吃，想吃什么买给他吃。我完全明白，真的就是那时候就觉得有钱真好，真的，然后我就背回家之后，其实我到现在想到那一幕，就冲进警局，警察骂我，然后我女儿替我辩解那一幕。我就觉得哇，我那时候好累哦，就是所以我一路走来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单亲妈妈，而且我跟我女儿说我们是单亲2个人，所以我们要合作，就是在很多你的精神上交友上需要爱的抱抱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生活上我们要独立什么，独立解决问题，如果妈妈不在身边你要怎么办，或者妈妈像之前一样突然被急救要119，你要怎么做？所以我今年又一次自体免疫攻击，在家里差点晕倒，然后就是大关节都积水，然后那时候我女儿就拨电话帮我急诊，然后但是我说你不用浪费社会资源，不要拨119，我们叫 Uber 就好，因为妈妈还没有晕倒。但是我已经晕倒1次起来才跟她讲，对，但我觉得我可以。对，我女儿就今年13岁发生事情，你知道，因为她经历过，她打包了一个包包，里面说妈妈我还记得，早熟的小孩，对，要带零食，要带卫生纸，要带外套，要带口罩，还要带酒精，然后就是以前有就是我们就开药的那个病历我都留着，我怕又需要，把病历也带着了，然后健保卡、银行卡我都带好了，换洗衣服带2套，妈妈我们可以走了。就是这就是我对女儿的教育，我精神上尽量给她爱，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比如说道歉也好，弥补也好，一个完整的，她知道我是什么样的心态对她，然后她要怎么样对我，但是生活上我希望我们是合作精神 partner 合作精神。所以整个过程我不觉得我是单亲妈妈，我活得很快乐，我的家庭很完整。但真的人有时候就像冥王的故事嘛，就是我们不能回头，有时候回头才是你看到真相的时候。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也最挣扎的部分是什么？以前有2个，以前是我以前想要带着小孩，但想要谈恋爱，但挣扎的是你谈恋爱就会
分割小孩的时间，然后我尽量筛选另外一半能接受小孩，但事实上有困难。对，就是我们想象能做好一件事和真的能尽量做好一件事是两件事，这必须是有困难，就是有困难。对，人间事实，所以就很挣扎。但我又在想，等我老的时候，我女儿结婚什么，她如果我单身，她一定想要带着我，或者说她要常常关心我，以我对她的了解。那如果我身边有一个另一半，而且刚好是我很爱的，她就长大，她不用那么辛苦。有一个妈妈的上一代这样，还会不会影响她的婚姻，还是怎么样？对，就是我会想很多，想很远，那是一个挣扎。另外一个挣扎就是我事业重要还是孩子的成长重要？像我以前就有科技业的 offer 给我，但我最终选择 freelancer， 原因就是因为孩子那时候小，有时候上半天，我不想让他去安亲班，因为他已经很少有家人的爱了，我应该陪伴他。可是如果我陪伴他，就没办法赚钱，他就要跟我吃苦。那吃苦要吃到什么程度叫做刚刚好的苦？什么时候是太苦了，反而会影响精神品质，陪伴也没有意义了。就这个很难，很难平衡，很难处理。时间的划分，精力的划分，比重的划分，选择的时候怎么选，超难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考题，每一天都是考题。真的，这个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真的是鸡生蛋，蛋生鸡，它是连锁反应，环环相扣的。现在最纠结的，我觉得还是我的心理承受能力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力是很强的，强的在于我不是真的要硬托起什么，而是我可以像婷婷说的，我可以包容理解，所以对我来说，那就有些就不重要，或者有些就可以付出很多。但是其实我的体力有限，我的精神力也有限，所以我为什么有时候就是其实我每周都会看2次让我哭的影片，就是别人回想亲情的故事会让我哭，然后好多孩子的故事会让我哭，然后我哭一哭会释放心里的压力。但是有时候真的很多时候可能是草创期，从0到1走完了，1到100才刚开始，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我。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好累，然后那时候累到会想掉眼泪，然后可是事情不做，对团队、对孩子、对我们的生活保障还是会有影响，就一定要做。然后这时候就好挣扎，我是多睡10分钟还是起来？你人生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我曾经有过最大的遗憾，就是如果我可以更包容一点，让我小孩不要那么辛苦。哎呦，OK，其实小孩他的辛苦是一点一滴看在眼里的吧。我懂，我们常看，我懂。就我们常看小孩很懂事的同时，我们也很心疼。一夜长大，帮你打包纸箱，说妈妈我帮你推，非常心疼。租房子时候，房东很恶意的要扣那个保证金时候，他那时候不到5岁，是2手叉腰说：“你不要欺负我妈妈。”很心疼的。是我想说，很多人也经历过一样的事啊。有些人真的能包容一辈子，我为什么做不到？很多事情不能勉强，其实不能，因为那时候伤害到我的健康了，已经。不能勉强。你最近有打给你爸吗？有，我跟我爸妈现在很好。然后我爸过生日，我还给他写了一个长长的信，因为我现在是我女儿的，我这个家的顶梁柱嘛，我就非常能感受到我爸的感受，因为我小时候孩子过得很幸福，心想事成那一种。就今年就写信给我爸说，爸爸，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他好辛苦，因为当
全家人希望你前进的时候，可能你没有力气了。所以我在这个时候，我想到你的心路历程，就我觉得我好爱你这样。要很轻松啊！这报了什么鬼？救命！麻烦！救命啊！我的妈呀！什么鬼？救命啊！哎呀，我烦死了！我们今天不是应该很欢乐的一集吗？对。哎，其实这是一个开心我爸就回我讯息说，我就是我的小棉袄长大了。爸爸对不他说爸爸好开心，爸爸知道有些地方我做的很不对，但是爸爸好开心，你是现在的你，我是现在的我。哇！哇，这个是最高的期盼。尽管外界物是人非，我期盼你依然是你，我依然是我。那旁边那位卫生纸拿一下吧。你坐在那边，这是最高的期盼了。不好意思，我只有拿我自己的。你聪明吗？你怎么知道？放一张卫生纸，救命啊！救命啊！救命！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收。我真的最后一个问题，我先讲。我受不了，不要再逼我，不要再逼我了。这是我最爱问的一个问题。对你来说，爱是什么？不用急着回答，不用急着回答，想一下，不要急。救命啊！我们可以擦个眼泪，什么之类的。爱是什么？我没有想到今天晚上这么累。我最喜欢问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想要理解的，你现在对于爱的看法是什么？那我只想要知道说，这个世界的爱存在吗？那它又是什么？它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是什么样子的？我必须说爱存在。你这样讲，我知道了我的答案。爱就是我在你心里可以很不重要，但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身边。为什么？因为爱就是无所求，但它又是可以支撑一个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我的妈呀！你怎么问？我觉得救命啊！我那个没问，救命啊！你这样讲的时候，我身边出现好多人，我脑海里出现好多人，是真的爱我的，就是很世俗的例子，我也在别的节目讲过，就是我的好姐妹，我都不知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的好姐妹直接就是给我200万，直接就是存到我的卡里，然后她不告诉我，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需要用钱的时候，在计算自己的钱的时候，说这钱是你给我的吗？因为我只有几个人知道我银行账号，也知道我缺钱，那时候就是自己事业有问题。她说被你发现了，你就去用吧。他是哭着跟我说，你千万不要还给我，拜托，如果你真的爱我，请你让我为你做点事。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有一天我就存到了那个钱，存到一半，我说我先给你一半好不好？因为他的事业很需要这个钱，超需要，他已经贷款了。然后他就又哭着跟我说，这个钱是你的钱，我不需要。我说你有借我？他说没有，在我心里这个钱是你的钱，如果你把它还给我，就证明你不爱我。他真正用爱这个词，证明你不爱我。我说那我什么时候才可以还你钱，让我觉得我有为你做点什么？他说你已经为我做了很多，他就列举了。我真的没有想过我有为他做很多，但他说了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也是他爱我的方式，因为他看到我
他看到我了，看到我为他做了很多事。我说你还是不要绕，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还你钱。他说好，我告诉你，等你有一天有房子了，然后有车子了，你跟孩子不用再搬家了，你也不用熬夜送去急救了，然后你跟孩子还可以旅行的时候还不用看钱，这个时候你可以还给我。我当时就觉得，你说他不爱我，谁爱我？就是这个姐妹，我当时真的被巨大的爱包围，就是包括现在她存这个钱到现在已经4年了，她每次看到我都先讯息说你不会还我钱吧？你不会还我钱，我们再见面。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就是他的爱可以大到他觉得他给你钱是他错了，知道吗？他会让你心心念念想着你要还钱是他错了，因为他给了我压力。就这个爱是他不求任何回报，然后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巨大的支撑力量，不管是金钱上还是精神上。而这样的朋友我不止一个，我觉得我好幸福，真的。我虽然在情感上好像很坎坷，但我在友情上是富翁。你还是幸运的。哇，哎呦，可以了。我再录下去我会崩溃了，喝酒，这个跟上瘾妈呀！救命啊！啊，你已经喝完了，早就喝完了。那你用我的酒，用我的酒杯。喝完都在喝水了。我以为今天晚上很轻松。对啊，我也是看到鬼了，真的是。到底发生什么事？来喝酒，喝酒。来。